谁也没想到，沉寂了许久的娱乐圈会在一个深夜突然被匿名爆料撕开裂口。那条帖子标题惊人，有人策划对肖战进行特别行动，短短10分钟，阅读量突破100万。网友们开始半信半疑，可当更多细节浮出水面，航班号、时间，甚至安检口位置，人们的震惊化为恐惧。有人真的要对肖战动手吗？警方介入后发现，这不仅仅是普通威胁，而是精心设计的网络恐吓计划。幕后是一群自称正义联盟的黑粉组织，他们在暗网上散布任务，甚至扬言要炸毁肖战乘坐的飞机。这一刻，所有玩笑都变得可怕。娱乐不再是娱乐，网络暴力已演变为现实危机。粉丝哭着留言，求你们放过他吧，他只是一个演员。而肖战工作室的反应则让整个圈子彻底震动。就在事件曝光后48小时内，肖战工作室做出一个惊人决定，全面更换管理核心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这次调整规模之大，速度之快，前所未有。原本的公关总监、品牌合作负责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清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支全新的安全与舆情管理团队。有媒体称，这场换血行动并非临时起意，而是早已计划数月，只是被这次恐吓事件逼提前。有人说，新任团队背后有肖战本人亲自挑选的人，他们不仅懂宣传，更懂人心，如何保护明星的形象，又如何在人性的泥沼中保持理智与清醒。肖战自己在内部会议上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怕被骂，但我怕让人受伤。”这句话让无数员工当场泪目。一个演员面对铺天盖地的恶意，却仍然选择冷静与善良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在外界看来，这次事件只是又一场网络狂潮，但心理学专家指出，这种集体攻击行为其实是一种社会投射，黑粉把自己压抑的愤怒、失败与嫉妒全都投向一个闪耀的目标。他们在骂肖战时，其实是在惩罚自己无法成为的人。当嫉妒变成执念，执念又演变为行动，就成了网络仇恨犯罪。据调查，这次暗网恐吓的主谋之一，居然是一个曾经的粉丝。因为一场误会，他转而成立反肖联盟，拉拢无数匿名账号，一步步走向极端。这提醒了所有人，在流量的时代，我们崇拜也毁灭，我们追光也制造黑暗。而真正的勇气不是反击，而是继续温柔。事件升级后，警方立即立案。他们通过网络追踪，锁定了一个位于境外的服务器。幕后操控者利用 VPN 与假身份混淆视线，但技术终究有漏洞。仅72小时，警方就掌握关键线索，成功逮捕了3名主要嫌疑人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人中竟有一位自称媒体实习生的年轻人。他承认，我以为这只是玩笑，没想到会出事。这句话像一把刀刺进公众的理智，多少玩笑，最终变成了伤害。在发布会中，警方郑重提醒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任何威胁生命安全的言论都将被追责。当所有艺人都选择沉默时，张艺兴在微博上发布一条罕见动态：每个人都值得被善待，请停止恶意。没有任何人，却人人都知道他在为谁发声。张艺兴与肖战私下并无太多交集，但他仍然站了出来。在一个人人怕被带节奏的时代，他用行动诠释了真正的担当。评论区瞬间爆炸，谢谢你，艺兴哥。有人说他勇敢，也有人说他多管闲事。可他在直播中淡淡一笑，如果善良都要被质疑，那我们真的病了。这句话被无数网友转发上热搜，善良不该是奢侈品。事件持续发酵，媒体纷纷报道，舆论也开始转向。原本那些冷眼旁观的路人开始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关于肖战的事，更是整个网络文明的镜子。一些曾经的黑粉发文道歉，我不再骂他了，因为我终于明白他从没做错什么。社交平台上出现了新的话题，井号反黑计划终结者井号，短短1天阅读量突破10亿。越来越多的人呼吁，
与其用恶意摧毁，不如用理性理解。因为毁掉一个人很容易，而守护一个人需要更多的勇气。在肖战团队的带领下，一个前所未有的计划启动——反网络暴力联盟。他们联合多位明星、律师、心理学家，共同倡议让网络重拾善意。肖战亲自录制视频，声音温和却坚定：请不要让键盘成为伤人的武器，我们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视频发布当天，全网点赞突破1000万，许多网友留言：我们跟你一起守护光。这场风暴从毁灭开始，却以重生收尾。有业内人士爆料，这场恐吓与舆论风暴背后，或有商业对手推波助澜。某些竞争品牌在肖战新代言公布前夕，突然放出负面消息，意图削弱热度。甚至有营销号故意编造假料，以博取流量。当金钱与人性交织，真相变得模糊不清。但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越来越多的网友自发抵制谣言，举报虚假爆料。肖战没有回应阴谋论，他只在一次采访中说：不管外界怎么变，我只想做好作品。这份平静是他最有力的回击。经历这一切，网友开始重新思考，我们为什么喜欢肖战？也许不是因为颜值、名气，而是他那份被打不倒的韧性。每次被嘲笑、被抵制、被误解，他都没有放弃。他用作品，用微笑，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大家：你可以讨厌我，但请别用恨摧毁别人。这句话成为无数粉丝的信仰。因为追光的意义不是膜拜，而是学会在黑暗中也能不失温度。这一场风暴让人看清了太多，有人失望，有人觉醒，有人依然选择恶意。但正如肖战所说，黑暗永远无法战胜光。他依旧在拍戏，依旧微笑，依旧温柔。而那些真正看见他的人，也在默默改变，不再传播仇恨，不再盲目跟风，因为他们懂了，爱与善意才是最强大的力量。这场风暴远未随着逮捕与道歉而画上句号。肖战事件像一颗石子投入娱乐圈的池塘，激起的涟漪开始拍打每一个看似平静的暗线。许多经纪公司在内部紧急召开会议，重新审视艺人保护、舆情应对以及危机预案。品牌方开始重新评估代言风险，短期内对流量艺人保持警惕。更重要的是，曾经沉默的明星管理层也被迫发声，他们不得不承认，对舆论放任自流的时代已经结束，职业伦理与法律责任被摆上台面。业内人士透露，一些中小工作室因担心被牵连而加速转型，从单纯追求热度转向注重作品质量与长期经营，而大型经纪集团则投入更多资源建设舆论监测与心理援助体系。更微妙的是，艺人与粉丝之间的边界也在被重塑。粉丝自我管理组织化程度提高，部分理性粉丝开始劝阻极端行为，主动举报非法威胁。这种由粉丝主导的自净运动，不仅挽回了部分艺人名誉，也让整个娱乐生态看到一种可能：自下而上的文明修复，远比强制封禁更有力量。然而，危机也带来机会。那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艺人、工作室与品牌，获得了道德溢价与公众好感，而对黑粉事件坐视不理的机构，则面临信任赤字与品牌下滑。归根结底，这场风波逼迫整个行业正视一个事实：流量不是万能，尊重生命与法律才是长期赖以生存的基石。观众、媒体、资本与艺人四方的博弈才刚刚开始，而最终能否建立起更健康的娱乐生态，取决于每一个参与者是否愿意放下短期利益，拥抱长期责任。发光的星星，感谢观看。如果你也相信善良能改变世界，请为肖战点个赞吧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让我们一起守护真正的光，守护每一个被误解的温柔灵魂。闪亮的心。